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长工，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带你一起学习中文。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成语，叫纸上谈兵。它的背后是一场古代战争的惨败，一个人用嘴打仗，结果40余万人为他陪葬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故事吧。2000多年前，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，那时有7个强国彼此征战，互不相让，这就是战国时代。公元前262年，7国中最强大的2个对手赵国和秦国爆发了人类冷兵器史上最宏大的一场战争——长平大战。长平是赵国的西南重镇，它一旦失守，赵国首都邯郸将会被攻破，赵国将不复存在。参战双方都派出了自己几乎所有的兵力，总计100万左右。所以这不是普通的国家冲突，而是一场谁输了谁就要从地图上被抹去的战争。这一仗打的不是胜负，是生死。赵国派出老将廉颇指挥，他不打只守，修垒、挖壕、屯粮，坚守在长平城内，不向城外派出一兵一卒应战。他明白，对面不是寻常将领，而是人仆白起。此人用兵狠辣，从不留情。跟这样的人硬拼是找死，拖住他才有一线生机。而秦国那边看到长平久攻不下，于是派人离间赵国皇帝，说廉颇老了，无法打赢战争，赵括才是真正的兵法天才。赵括是谁？他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赵括从小就在兵书堆里长大，最擅长讲战术，经常能说得朝中大臣哑口无言。但他从未上过战场。而赵王最终听信了谗言，廉颇被撤，而赵括被推到了前线。就这样，赵国40余万大军的命运被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人接管了。一上任，赵括就推翻了之前廉颇将军的全部部署。他不守，要打。他信心满满，要用自己从兵书上学到的方式去打一场漂亮仗。在他眼里，这不仅是一场战争，更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。然而，敌人的陷阱早已挖好，正等着他行动。决战开始不久，秦军将领白起就佯装溃败，引赵军深入。最终的结果是40万赵军被秦军围困于山谷之中，进不能进，退不可退，就这样被足足围困了46天。赵国士兵的眼神也从最开始的愤怒变成惊恐，最后转为沉默。赵括试图突围，被一箭穿胸，倒在阵中。而后赵军投降，但白起并没有因此就放过他们，而是一声令下，将40万手无寸铁的投降赵族坑杀殆尽，斩草除根。好了，故事听完了。赵括没打过仗，却一上来就指挥了40几万的大军，照着书上的战术去打，结果酿成大祸。这场惨败就成了纸上谈兵
这个成语的由来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拆解一下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吧。纸上就是纸面、书本上的意思。谈兵就是谈论兵法、谈论打仗的意思。连起来，纸上谈兵指的就是只会讲书本上的战略理论，而根本就不懂得如何实战。这个成语最早是用来形容像赵括这样的人，讲的那是一套一套的，真到打仗的时候却一塌糊涂，甚至误了国运。在现代汉语中，它的用法就更广泛了。我们来举几个例子看看。比如，有的人开会讲得头头是道，但让他去做的时候却什么也搞不定，那他就是在纸上谈兵。或者说，有的人天天在网上讨论育儿经验，说得特别有道理，可他自己从来就没带过孩子，那也是纸上谈兵。再比如说，有些人读了很多的健身理论，每天都去点评别人的动作，但自己却从不锻炼，这还是纸上谈兵。所以，如果你听到别人说某某人太纸上谈兵啦，意思就是这个人他只说不做，脱离实际，甚至耽误事情。这样的人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欢迎点赞订阅。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